印度裔当选英国首相，开创了历史。苏纳克曾经猛烈抨击中国，那么他会如何兑现其承诺呢？这才是看点。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福天少。英国作为曾经的日不落帝国，现在还是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却在完成了脱欧之后，创造了一系列的政坛奇迹，不顾国内的能源危机和社会矛盾，在俄乌冲突中拱火的约翰逊被宫廷政变、政治变色龙特拉斯意气风发，想当第二个撒切尔夫人，结果呢，就职仅仅45天就被赶下台，创造了英国首相在职时间最短的记录。而印度裔80后苏纳克的上台，又开创了一项历史记录。他不仅仅是年轻政治家的楷模，他还在英国政坛上开创了一个历史，那就是史上首位非安格鲁萨克逊人出任英国首相。也就是说，现在印度人翻身做主了，当上了宗主国的主人。苏纳克的第二项记录是当得太轻松，也就是连个竞争对手都没有，自动上台。前首相约翰逊曾被认为是最有希望获胜的竞争对手，但他与苏纳克密谈了一次就放弃了，主要是自己的反对者太多。因为英国政坛如果让约翰逊重新上台，将会打更多人的脸。其实苏纳克曾在约翰逊最需要的时候选择辞职，捅了老领导一刀。现在双方看上去好像已经冰释前嫌了。苏纳克能上台，大背景是英国在经济、疫情、能源等多重危机里面越陷越深，还面临着与欧盟关系恶化、苏格兰等地区要求独立等等危机。这些噩耗靠英国的老牌政客们已经无力化解了，所以才有了特拉斯上位。现在苏纳克看上去也是一位要扛雷的首相。当然，在英国反华就是政治正确的大背景下，这位印度裔也要靠一味的炒作反华反俄议题来转移视线。此人是原来的英国财政部长，所以一直被视为对华务实派。他在2021年发表的1年1度的关键政策演讲时表示，英国必须加强与中国的经贸关系，要为中国的总资产高达40万亿英镑的金融服务市场提供服务。他强调，英国需要成熟平衡的关系，更要睁开双眼，看到中国增长的国际影响力。在有违英国价值观的问题上，继续坚持原则性的立场。也就是说，他一方面想要加强与中国的经贸联系，另一方面呢，又要在涉及价值观的问题上与中国对立。你也可以理解为，他又想反华，又想同中国做生意挣钱。就算这样，苏纳克也是保守党党魁之中唯一对发展英中关系持清晰务实态度的人，甚至呢超过了约翰逊。在英国反华就是政治正确的大背景下，苏纳克最后也没顶住压力，并在与特拉斯的竞争中完全变脸，抛出了多项反华制华的措施，以展示其对华强硬的态度。苏纳克一度将中国称为英国和全球安全的头号威胁，扬言要关闭30所英国的孔子学院，或者从台湾地区引入汉语老师。他甚至要向特朗普学习，中断英国与中国大陆展开的联合研究项目。苏纳克呢，还要求英国的国家安全情报机构、军情五处协助打击中国的间谍活动，应对所谓的中国的网络威胁。另外，此人还猛烈地抨击“一带一路”计划，考虑禁止中国公司收购英国的关键资产，以避免英国的高科技企业并入中国。苏纳克过去似乎是一位务实的政客，现在呢，由于他要当英国首相，最后就成了一个反华的强硬派。这充分证明英国政坛的所谓政治正确。不过，苏纳克暂时要面对的主要矛盾还不是中国，
我们也需要给他一点时间来表达对华关系的真实想法。印裔首相成功与否，取决于他如何管理英国经济所面临的日益加大的挑战，还要让形象受损的保守党团结起来。另外，随着英国脱欧，全球英国战略的推进，英国看上去只有抱美国大腿一条路可走了。而如何处理与中国的关系，就成为了英国最重要的议程之一。对于苏纳克当英国首相，中国的态度是乐观其成，因为他相比较而言仍然是比较理性的，或许不会对华采取咄咄逼人的言辞，但是他在对华政策上也不会有重大转变。但愿中英关系能够保持稳定，当然，中国也不会惯着英国，这就要看英国政府未来对华政策的走向了。好，我们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